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，真是让人又惊又喜，一波三折。这是关于一位天津空姐小云的故事，她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，却在台湾收获了意外的温暖与爱情。小云27岁，在国内某大型航空公司担任国际航线空乘，长相甜美，气质出众。因为工作性质，她经常飞往世界各地，生活多姿多彩，羡煞旁人。然而光鲜亮丽的背后，是连轴转的工作和聚少离多的爱情。小云和男友李俊是大学同学，恋爱5年，感情一直很稳定。李俊在天津一家金融公司上班，工作也很忙碌。两人虽然都在天津，但因为小云经常出差，平均1个月也就见面4、5次。感情这种东西啊，真不能靠时间长短来衡量。我常跟身边的人说，即使在一起10年，如果缺乏沟通和信任，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。果然，噩梦来得毫无预兆。那是一个周5的傍晚，小云结束了东南亚的航线，提前回到天津，想给男友一个惊喜。她买了李俊最爱吃的烤鸭，打车直奔他家。到了楼下，小云拿出钥匙，蹑手蹑脚地上楼，轻轻打开了门。客厅没人，但她听到卧室里传来说话声，小云心里咯噔一下，慢慢走进卧室门口，透过没关严的门缝，她看到了终身难忘的一幕，李俊和一个陌生女人躺在床上，亲密地说着悄悄话。那一刻，我的世界崩塌了。小云后来对我说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的，只记得把钥匙扔在了玄关的柜子上，然后像逃命一样冲出了楼道。她没有质问，没有歇斯底里，只是默默地离开了。这种冷静反而更让人心疼。当晚，小云发了一条简短的微信，我们分手吧，祝你幸福。李俊先是装傻充愣，后来才知道小云已经撞见了一切。他开始疯狂道歉，发语音，打电话，甚至跑到小云家楼下苦苦等待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那女的只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事后特别后悔。小云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听到这些话，小云只感到一阵恶心，5年的感情就这样被践踏了。她选择封闭自己，请了1周假，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不接电话，不看信息，连父母的关心都婉言谢绝。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脆弱的样子，小云说。正好这时候，公司安排她飞台北的航班，对小云来说，这是一个逃离的好机会，换个环境也许会好一点。小云想，航班结束后，小云决定休年假，在台湾多待几天。她向来对这个宝岛充满好奇，这次正好可以好好游览一番。谁知道，刚到台北的第2天，小云就接到李俊发来的照片，他和那个女生在民政局门口，手里拿着红本本。对不起，我和她相处了3个月，发现真的很合适，她还怀孕了，我必须对她负责，希望你能原谅我，祝你幸福。呵，真是笑话。小云气得浑身发抖，3个月，那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出轨了。负责，你对得起我5年的感情吗？这一次，小云彻底崩溃了，她放声大哭，把酒店的枕头都哭湿了。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背叛和伤心，仿佛整个人生都失去了方向。第2天，小云强打精神，决定南下高雄散散心。她听说那里有蓝色的海洋和热情的人们，也许能抚慰她受伤的心灵。在高铁上，小云一路无语，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色，心中百感交集。我踏遍千山万水，却没能看清身边人的心。我飞越万水千山，却找不到自己的归处。到了高雄，小云随意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平价酒店住下。她本想好好休息一晚，第2天再去逛逛周边的景点，但心情郁闷的她决定先出去走走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小云搭乘高雄捷运，打算到3多商圈逛街购物，转移一下注意力。可是命运就是这么奇妙，在拥挤的车厢里，小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。前一天的崩溃大哭，加上没吃什么东西，她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。我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无底洞，周围的声音越来越远。小云回忆道，就在她即将倒下的那一刻，一双有力的手臂接住了她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这是小云昏倒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。
说话的人带着浓浓的台湾口音。当小云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她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。房间很整洁，但明显是男生的房间，墙上贴着几张单车比赛的海报。我在哪里？小云惊慌地坐起来，这才发现床边的小桌子上放着一杯水和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工整地写着：小姐你好，你在捷运上昏倒了。我是捷运站附近的自行车店老板阿威，因为一时找不到救护车，我就先把你带回来休息。你的包包和财物都在床头柜上，我去买药和食物，很快回来，请不要担心。如果你醒了感觉不舒服，桌上有我的电话，随时可以联络我。小云看着这张纸条，突然泪如雨下。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刻，在一个陌生的城市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给了她如此温暖的关怀。那一刻，她崩溃了，所有的委屈、不甘和伤心，全都化作泪水倾泻而出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小姐，你醒了吗？我可以进来吗？小云擦干眼泪，整理了一下仪容，说道：请进。推门进来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，穿着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，皮肤黝黑，笑容腼腆。他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似乎装着食物。你醒了，感觉好一点了吗？男子关切地问道。我买了一些简单的食物和药，你先吃点东西，补充体力吧。谢谢你，小云低声道谢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哎呀，不会啦，见义勇为是应该的。男子爽朗地笑道。对了，我叫陈薇，朋友都叫我阿威，你可以叫我阿威。我叫王小云，来自天津。小云简单的介绍自己。天津啊，我知道有狗不理包子的地方。阿威兴奋地说，我一直想去大陆玩，可惜工作太忙，一直没机会。看着阿威憨厚的笑容，小云不禁也露出了这几天来的第一个笑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在阿威的热情帮助下，小云逐渐恢复了元气。阿威是台南人，在高雄开了一家小小的自行车店，主要做维修和租赁生意。他带小云去看了爱河的夜景，去了六合夜市品尝地道的台湾小吃，还带他去了旗津海滩，呼吸海风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是风景很美，人情味也很浓。阿威骄傲地说，虽然可能比不上你们大陆的繁华，但生活品质真的不差。小云点点头，她确实被台湾的美丽和人们的热情所打动。这里的街道干净整洁，公共设施完善，人们生活节奏虽然快，但看起来都很享受生活。其实台湾真的很发达，完全不是我之前想象的那样。小云由衷地说，在大陆，很多人可能对台湾有一些刻板印象，觉得台湾经济不行，生活水平低，但亲身体验之后，我发现这里的生活质量真的很高。是啊，我们虽然没有超级大都市，也没有那么多世界500强企业，但是我们的医疗保险很完善，教育质量也不错，而且环境保护做得好，空气质量、水质都很棒。阿威自豪地说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的民主制度让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机会，这是我们最珍视的。小云若有所思，在台湾的这几天，她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也感受到了不同的社会氛围。这里的人们似乎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和个人价值，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物质和财富。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可能是价值观。小云说，在大陆，我们似乎总是在追求更大、更多、更快，但在这里，人们好像更懂得享受当下，珍惜小确幸。没错，小确幸很重要。阿威笑着说，虽然我们的薪水可能没有你们那么高，但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。在阿威的陪伴下，小云逐渐走出了情感的阴影。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，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规划很完美，30岁前结婚，然后生子，买房子，过上所谓的人生赢家生活。小云对阿威说，但现在我才发现，我从来没有真正问过自己，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适合自己的选择。阿威温柔地说，你还年轻，有无限可能，何必把自己框在别人设定的框架里？阿威的话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小云迷茫的心。几天后，小云的假期即将结束，她必须回天津报到。分别前夜，阿威带她去了台南的家乡，那是一个靠海的小镇，宁静而美丽。我一直想带你来看看我长大的地方。阿威说，
这里虽然不繁华，但是充满了我的回忆和梦想。在海边的一家小餐馆里，两人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。月光下，阿威鼓起勇气握住了小云的手。小云，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你可能还没有从上一段感情中完全走出来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喜欢你的善良、坚强和真诚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保持联系。等你准备好了，我愿意来天津找你，或者欢迎你随时来台湾。小云看着眼前这个朴实无华的男人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她不确定这是不是爱情，但她知道这份感动和温暖是真实的。阿威，谢谢你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。我也很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，但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整理自己的心情。小云真诚地说，我答应你，我们会保持联系，我也一定会再来台湾找你。临别那天，阿威送小云到机场。他递给小云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打开看看。阿威笑着说，小云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条精致的手链，上面有一个小小的自行车挂坠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希望你戴上它，就能想起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。阿威害羞地说，也希望它能保护你，像我在捷运上接住你那样。小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她紧紧抱住阿威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，谢谢你，我会珍惜他，也会珍惜我们的缘分。飞机起飞后，小云靠在窗边，看着下方逐渐远去的台湾岛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她想起了这段意外之旅中的点点滴滴，想起了阿威的善良和温暖，也想起了自己的成长和改变。有些失去是为了更好的遇见，小云在心里默默地说。回到天津后，小云的生活重新开始。她不再沉浸在过去的伤痛中，而是积极地面对未来。她和阿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每天视频聊天，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。2个月后，小云再次请假飞往台湾。这一次，她带着满满的期待和决心。我想，我准备好开始新的生活了。小云对前来接机的阿威说。阿威激动地将她拥入怀中，在她耳边轻声说：“欢迎回家。”就这样，一段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，在意外中开始，在真心中延续。小云和阿威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爱情不在于轰轰烈烈，而在于平平淡淡中的真诚相伴。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外界的评判，而在于内心的满足与安宁。爱情这东西啊，就像大海里的贝壳，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浪花会把什么样的惊喜带到你的脚边。这是我常对来找我相亲的女孩们说的话。阿威和小云的跨海恋情并非一帆风顺。半年后，小云向航空公司申请了调动，希望能飞更多台北的航线，这样她就能更频繁地见到阿威。可公司人手紧张，只能满足她1个月1次的飞台北航线，两地分居真的好难啊。小云有时会在视频电话里跟阿威抱怨，感觉我们在谈一场虚拟恋爱。阿威总是乐观地安慰他，傻瓜，这叫爱不隔山海，我们的心一直在一起，不是吗？小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会破涕为笑，阿威就是有这种魔力，能让他的烦恼烟消云散。这天晚上，结束了视频通话后，小云翻看着手机相册里两人的合照，突然收到了一条微信消息，在干嘛？看到这个曾经熟悉的名字，小云愣住了，是李俊。他怎么又冒出来了？小云皱眉，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没有回复。但李俊似乎铁了心要联系他，接连发来几条信息。听说你最近常飞台北，我和他分手了，那孩子也不是我的。小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能见一面吗？小云的心猛地一颤，随即又平静下来。曾几何时，这样的消息可能会让他欣喜若狂，但现在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平静和些许怜悯。祝你幸福。小云只回了这4个字，然后把李俊拉进了黑名单。那一刻，他才真正明白，自己已经彻底放下了过去的感情。第二天，小云起了个大早，兴冲冲地收拾行李。这是他申请的3天短假，他计划飞台北，然后和阿威一起去垦丁玩。这将是他们交往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。然而，就在他准备出门时，手机突然响起。小云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早打扰你，是航空公司的调度主管，明天台北航线的张萌生病了，你能顶上吗？公司会给你额外补贴的。小云咬了咬嘴唇，她知道拒绝意味着什么，
在这个员工众多的大公司里，不够配合的人很容易被边缘化。但这次的垦丁之行，他和阿威期待了很久。抱歉，主管，我已经买好了机票，这次真的没法帮忙。小云鼓起勇气拒绝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主管语气冷淡地说：“好吧，你好自为之。”挂了电话，小云心里忐忑不安，但她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。有些时候，工作可以妥协，但生活和感情不能总是屈居第二位。到了台北，阿威早已在机场等候。见到小云，他一把将她抱起，原地转了个圈。喂，快放我下来，大家都看着呢。小云又羞又喜，让他们看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有多爱你。阿威大声说道，惹得周围的旅客都笑了起来。两人租了一辆车，沿着台湾东海岸向南驶去，沿途的风景美不胜收，蔚蓝的海水、陡峭的悬崖，还有不时出现的小渔村，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卷。台湾真的好美啊！小云感叹道，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惊喜，人美景更美。阿威笑着说，目光却不在风景上，而是温柔地看着小云的侧颜。垦丁的几天，两人过得无比惬意。他们在白沙湾冲浪，在鹅銮鼻看灯塔，在垦丁大街吃夜市小吃。小云从未感到如此轻松和自由，如果能一直这样该多好。躺在沙滩上看星星时，小云忍不住说道。阿威握住她的手，认真地说，那就一直这样下去啊？怎么可能？我们隔着海峡，聚少离多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小云叹了口气。阿威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坐起来，看着小云的眼睛说，那要不你来台湾住吧？啊！小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我是说，你可以考虑移居台湾啊。阿威语气认真，你的工作经验完全可以在台湾找到不错的工作，甚至可以考虑转行做你真正喜欢的事。我们可以一起生活，一起打拼。小云愣住了，来台湾定居，这个念头她从未认真考虑过。可是我的家人、朋友都在天津，我知道这是个重大决定。阿威理解的点点头，你可以慢慢考虑，不急于一时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一直等你。回天津的路上，小云的心情异常复杂。阿威的提议像一颗种子，在她心里生根发芽。她开始认真思考，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云开始查阅台湾的工作信息和生活环境。他发现台湾的航空公司确实有招聘空乘的职位，薪资虽然比不上他现在的，但当地的生活成本也相对较低。更重要的是，台湾的工作生活平衡做得很好，员工的休假和福利都有保障。真没想到台湾的社会制度这么健全，小云感叹道。他曾听说台湾的医疗保险非常完善，现在一查才知道，台湾的全民健保覆盖率高达 99% 以上，连外籍配偶也能享受同等待遇。小云还惊讶地发现，台湾的环保意识和公民参与度都很高。在台湾，垃圾分类不仅仅是一个口号，而是融入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。台湾的公共交通系统虽然没有大陆那么发达，但足够便捷。而且随处可见的 U-Bike 共享单车系统，让出行变得更加环保与健康。原来幸福感不只是靠物质和金钱堆砌出来的。小云若有所思，她还记得阿威曾说过，台湾的 GDP 可能不高，但幸福指数不低。我们注重生活品质和心灵富足，这是金钱买不来的。在和阿威的日常视频中，小云也能感受到台湾社会的人情味和包容性。阿威的邻居们知道他有个大陆女友后，经常送些自家种的水果和自制的点心给他，让他带给小云尝尝。台湾的阿公阿嬷们都很喜欢你呢。阿威总是这样笑着说，他们说等你来了，要请你吃半桌。半桌是什么？小云好奇地问。就是台湾传统的户外宴席啊，很热闹的，全村的人都会来参加，吃饭、聊天、唱歌，特别有人情味。听着阿威描述的台湾生活，小云心中的天平渐渐倾斜。3个月后，小云决定辞职。临走前，她的主管冷冷地说，你为了一个台湾男人放弃这么好的工作，值得吗？小云微笑着回答，我不是为了一个人，而是为了一种生活。谢谢您这些年的栽培。收拾行李时，小云发现自己累积的物品并不多，大部分都可以丢弃或捐赠。果然，真正重要的东西其实很少。他感慨道，
父母起初极力反对他的决定，但看到女儿坚定的眼神和详尽的计划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。只要你幸福，在哪里都一样。母亲含泪说道，不过你要记得常回来看看我们，当然，而且你们也可以来台湾玩啊。小云开心地说，台湾的阿里山、日月潭、九份，还有垦丁的海滩，都美得不得了。就这样，小云带着2个行李箱，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航班。这一次不是作为空乘，而是作为一个追寻幸福的普通人。阿威在桃园机场接他，两人紧紧相拥，欢迎回家。阿威在他耳边轻声说，我回来了。小云笑着回应，眼里闪烁着幸福的泪光。在台湾，小云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，凭借丰富的航空经验，她在台湾的一家旅行社找到了不错的工作，负责规划和接待大陆游客团。工作时间固定，周末双休，生活节奏比以前轻松了很多。真没想到换个环境，人生也能有这么大的转变。小云常这样感叹。1年后的某个周末，阿威神秘兮兮地说要带小云去个特别的地方。有什么好神秘的？小云好奇地问。到了你就知道了。阿威卖着关子。车子开了大约2小时，来到阿威的家乡，那个靠海的小渔村。村口的大榕树下聚集了很多人，锣鼓喧天，彩旗飘扬。这是小云惊讶地看着眼前的景象。半桌啊，我跟你说过的，阿威兴奋地说，全村的人都来给我们饯行。原来阿威早已告诉村里人，他要带小云回大陆见父母，准备结婚的事宜。热情的村民们特意组织了这场盛大的宴席，为2人送行。看着眼前热闹的场景，小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远亲不如近邻。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，她找到了第2个家。席间，村里的长辈们轮番向小云敬酒，祝福之词不绝于耳。阿威的2舅公甚至激动地当众宣布，等你们结婚，我送你们一块地，就在海边那块风景最好的地方。真的吗？谢谢舅公。阿威激动地说。当然是真的，我这辈子没儿没女，这块地本来就打算留给你，现在你要成家立业了，正好给你们当新婚礼物。老人家乐呵呵地说。小云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异乡收获如此深厚的情感和认同。回天津的路上，小云靠在阿威肩上，轻声说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家不是一个地方，而是有爱的地方。无论在天津还是在台湾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那里就是家。阿威握紧他的手，深情地说，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是啊，跨越海峡的爱情，只是他们人生故事的序章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或许会有波折，或许会有挑战，但只要心在一起，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。我是丽姐，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示。爱情没有地域的界限，幸福没有固定的模式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真心才是最重要的。有时候，我们以为失去了全世界，其实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爱情。正如小云在经历背叛后，在异乡找到了真爱和新生活。缘分这东西真的很奇妙，你永远不知道在人生的下一个转角会遇见谁，会有怎样的故事在等着你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